你衙中捕头，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，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？包大人，好，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。从此刻起，途中不得站立。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，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。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……本座先问你，矿场停工了？是，按将军的指示，矿工全关起来了。好，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？是，除了他们6人之外，其他官兵都不知情。很好，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。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。不可能，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，不可能泄露消息。哼，你也是我的心腹，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。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？将军，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？一个逃出去的矿工。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逃出去。事实俱在，你不必多说。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后退！放箭！到底在搞什么？为啥要停工啊？哎，矿坑上没发生事故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哎，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？不知道。除了那些官兵之外，没人来过矿场啊。哎，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，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？啊？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，打算毁了这座矿场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。范勇，本府等着听你的解释。启禀包大人，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，没想到2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。
哼！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，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。末将得到手下密报，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，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，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，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。哦，是吗？末将所言属实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，你辖下虎贲营不在寿光驻守，反而来到此地监工，你怎会不知？回报大人，寿光地属山区驻点较散，所以刘通将辖下5个都仅留1个都在寿光驻守，掩人耳目。末将一时失察。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，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？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，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。哼！那刘通如今关押何处？将他传来，本府要当面询问。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，纠合同伙公然反抗，意图逃亡，已被末将依军法当场格杀。大胆！你为何不留下活口？刘通等人情急拼命，连伤多名官兵，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。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！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。他是谁？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，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。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，也都可以指认你。范勇，你可有话说？包大人，他的话怎么能相信？为什么不能相信？他是罪犯，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，两地相隔这么远，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，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他们看错，我可没有看错。你是什么人？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。今天之前我来过2次，也见过你2次。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。范勇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范勇，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！包大人，您受惊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下官救人心切，竟然……包大人，下官一时情急失手，请包大人降罪。一枪致命，武榜眼，你的武功不错嘛。如今真相如何，恐怕永难查明了。请包大人明鉴。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，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，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，尔等听命。王承马汉，在。将所有矿工带回，妥善安顿。本府要逐一查问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派人查封矿石、矿场以及炼金厂。是。虎贲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？是属下。留下1都兵力看守矿场，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。此地若有外人擅入，直接禀报本府。
不得通报任何人。是。军法无情，若有违令，定斩不饶。哎，走。下官督下不严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张冲，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，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，你又兼青州知州，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，草菅人命，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督下不严之罪。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。此事太过重大，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。你暂且仍留原职，等候朝廷处置。是。不过你却必须针对此事妥为善后。本府自会派随行人员先做安排，你要密切配合，不得刁难。本府随时前来查问处理的情形，你且自行规划斟酌。本府明日再来问你。下官遵命。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，若无其事地撇清关系。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了，他却不动声色，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。大人，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，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？学生也不明白，大人为何如此处置。若依你二人之意，又当如何？他杀范勇，分明就是杀人灭口，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。如今范勇一死，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。话虽如此，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，这又怎么说？当时我在大人身边，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，更不可能刺杀成功。就算他打算出手，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，如此既能阻止行刺，又不会伤及性命，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当时事发突然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？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。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。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，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。以范勇的下场推论，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。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，都已经不在人世，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。正因为如此，本府才暂且放过他，而不追究失职之罪。大人，就算是失职之罪，也应该先办他，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？若是如此，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？大人是要伺机而动？不错，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，张冲肯定就是主谋，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，还是要继续追查。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，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？矿场开采3年，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，如今又何在？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，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。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。大人，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？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，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。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。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，那么其他的方向呢？
田青说，3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，换言之，必然是先有所依据，才会派人勘察。对，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。再者，范永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，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。本府判断，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？正是。可查的方向甚多，还待慢慢演绎。然而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，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，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。眼前危机暂时解除，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了。是。包大人，发现矿场了。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，矿场迟早会不保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矿场虽然不能用，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，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。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？哼，禁军和州衙都出了问题，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。如今，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。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幸亏呀，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，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——展昭。玉某展昭，他来青州了。不错，而且隐藏在暗处。如果对包大人动手，吃亏的反而是我们。这个展昭，真的有那么厉害？连你都应付不了他？哼，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，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。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以后更加小心吧。我知道。还有，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，却是个麻烦之处。是啊，即便是包大人不说，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。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。张冲未尽督导之责，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，有伤王爷颜面，特请王爷责罚。你先起来吧。是。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，本王只是空有其名、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，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，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？属下先人遗训，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，张冲绝不敢忘。张冲，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，否则让人听见，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？万一传到朝廷耳中，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？是，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。最迟明日，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。与此同时，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。詹护卫，属下在。
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。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，他若有所行动，立刻通知你。凭他的武功，若由别人前去盯，很容易会被察觉，所以非斩护卫不可。大人放心，属下有绝对的把握。好，就由你专司其责，确实掌控住张冲的行踪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去虎贲营，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，命他们暗中去指认，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，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。一旦查获，立即带来见本府。是。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，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，尽可能在今日完成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很简单，让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。郭北，大人，我为求自保，你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们都是他的心腹？不，我们听大人的。哼，你们能背叛他，就会背叛我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？已经找到郭北了，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。哦，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？都是一刀毙命，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。根据尸首的判断，死了已经有3天了。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，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，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。大人推断的没错，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。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，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？前往接收黄金的人，包括郭北在内，都死在庙里了。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。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。只是如今更加确认，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。因此，查出藏匿黄金之处，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。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公孙先生怎会焦急若此？田青来了。他回来干什么？他带来了一件东西，是重要的证据啊！这正是张冲的罪证。包大人，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，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。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，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，批示的是暂缓研议，签字的正是张冲。这下好了，张冲这回逃不了了。田青，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，你放心，本府绝不会饶他。谢包大人。还有，
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。大人，这是矿场的地形图。哦，天庆，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？不是，如果是我爹绘制的，我一定会认得。大人，这张图至少应该有100年之久，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。哦，难道说100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？正是。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？这么说来，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，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，以求确认。天青，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？没有，草民知道事关重大，不敢和任何人提起。此事必须秘而不宣，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。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，不得张扬。是。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。有了这些，他已无从抵赖。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。是。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。婉儿，那个玉盒是哪来的？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珍盒。这上面的图案，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。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，应该不会错。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，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，不可能落在他手上。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。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。可是，凭柴王爷的财力，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柴王爷不会，可是别人会。在王府里头，一定有张冲的同谋。两种情形都有可能，除非张冲自己招供，否则很难查出真相。不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。小王爷，张冲参见小王爷。柴路。是。小王爷请。
这20万两黄金真的得来不易。50万两黄金的军费，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。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，就看此一举。可是如今，张冲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，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，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。试问，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？张冲罪该万死。柴禄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，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，让计划一再延误。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，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？柴禄情愿领罪。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？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？小王爷不必担心，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，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。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小王爷。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。大周灭亡近100年，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。试问，我还能要求你们2个什么呢？小王爷，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。柴禄4代供职宫中府中，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。好，就因为你们2个人，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。筹措军费之事，你们要加快脚步，早一日筹足，就早一日举事。你们2人责无旁贷。是。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，你们不用太担心，无凭无据，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。小王爷，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？你们2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杀了包大人，只要包大人一死，没有人能够进王府，谁也查不出来，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。小王爷，这是府邸抽薪之计，以目前情势来看，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，请小王爷三思。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。不行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，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，承认罪状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，他是江湖中人，毫无顾忌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。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。以展昭的功夫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必要的时候，属下可以动用军队。没有用的。展昭如果想逃走，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。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，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。反正你们记住，一定要稳住，不能乱了方寸。是。
夜晚与白日不同，战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我去过2次，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。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，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。况且这2天守卫明显的增加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此说来，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，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。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。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，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对柴王爷来说，的确是个打击。听王爷说，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，周灭宋兴之后，自愿进入王府之中，改为柴姓，祖孙4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。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。大人，属下夜探王府，时间很难掌握，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公事为先，本府等你便是。谁？大人，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，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。哼！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？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，一定会打上印记，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。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。大人，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。那我们该先抓张冲，还是先去王府呢？这倒是个难题呀。不管先到哪一边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。
不错，张冲会逃，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，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。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，更需要放置之处，人却随时可以逃离，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。先去抓张冲，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。倘若拘捕张冲，却不去州衙呢？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？不错，拘捕张冲之后，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，柴禄来不及应变。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，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？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，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。大人，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补送到，若以此为由，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，是否可行？按照日程推断，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。此法可行，不过为防万一，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会暗中盯着他，直到他来到驿馆，他逃不了。好，明日就依计而行。张大人，方才衙役来报，2位要见本座。是，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。一大清早，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？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，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夺，请张大人前去听取。哦，既然是为了公事，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？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？不，本座只是好奇而已，怎敢劳动包大人？既然如此，还请张大人随我2人一同前往。好，本座就随你们前去。张大人，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叫自投罗网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永、郭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。哼，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
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。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剑法竟如此高明，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。不，就算死，我要找个人陪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将军难免阵前亡，我死得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路呢？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王朝马汉在，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王爷，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，到王府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路。包大人，
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，保准要依法行事了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。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缴库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柴禄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乃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100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唉，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哎，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禄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。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了。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
烦请王爷赐回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保准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差路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！这与本府是否清廉，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哼！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禄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禄却说，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展护卫言之有理。柴禄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，所以
他才留下的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禄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禄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落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禄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，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。来，先打开看看，你就知道原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柴家的印记，在前朝，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。不过现在，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。张龙、赵虎带着士兵，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，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。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，更要确保安全。王朝马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，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，有任何动静，我会马上知道。好，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？回大人，学生都已准备妥当。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。大人，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？如今张冲已死，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。真正的原因，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我知道。婉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婉儿，你说。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哦，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？他要保护的是柴玉。是我亲眼看到他们3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。柴玉才是主谋。
玉儿，父王，是他们请你来的吗？你不让大夫为你治疗，你说他们能不请为父的过来吗？如今治不治病，根本已经不重要了。即便张冲和柴禄被包大人正法，你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吧？不，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。那是为了慕容婉儿。就因为慕容姑娘拒绝了你的提亲，你就丧失了自信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我就算不治疗，就算带着这个病，也可以活上好几年。只不过日子比较痛苦而已。玉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自己啊？父王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没有人会明白我的想法。张冲与柴禄之所以会听柴玉的话，都源自他们的祖先对前朝时的柴家忠心耿耿。那已是将近100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想到他们依然如此执着。这就是愚忠。当事者自认为耿耿忠心，却将“忠”字用于不义之事。所以张冲才宁愿一死，以保护柴玉。不错，他以为如此一来，便查不出幕后的主谋是柴玉。可柴禄也是个人证，难道他也会寻死不成？张龙赵虎亲自守在大牢外面，就是防他自尽。要是他死不招供，又如何能查出柴玉？只要能够证实柴玉的确与他们曾经在藏经之处进出，就可以证明他对此事知情。单凭这一点，便足以将他治罪。可婉儿是亲眼目睹的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那些守卫藏经的卫士也是人证。可是他们都是柴禄的心腹。就因为他们全是柴禄的心腹，所以在搜查王府之后，我命张龙赵虎把他们关进大牢，逐一调查。展护卫此举的确掌握了先机，有了那些卫士的证词，便已足够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前往王府，将柴玉拘捕到案。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。
要不是他亲眼在库房看到，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。更残忍的是，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。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，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。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，否则会让他更痛苦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。包大人。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，何不早点歇息？本府尚无睡意。大人，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？不，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。虽然她拒绝了柴玉的提亲，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。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。小小年纪，便要承受如此折磨，怎不令人慨叹呢？大人，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，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，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。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，让他留在驿馆，在未结案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太多，以免徒增感伤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，可大人您自己呢？展护卫此话何意啊？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。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，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。司仪与公务之间，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。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本府既然走上执法意图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哪怕再不情愿，也必须坦然面对。大人，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。不，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，有你守护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。大人，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，出面阻止，与王府兵力之多，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。柴王爷深明大义，又识大体，本府确信，或许他会试图阻止，但绝不会不计后果。包大人，柴禄
已然被你抓走，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？王爷，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。包大人，此话怎讲？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，小王爷非但涉案，而且更是主谋。包拯是来拿他归案。你，包拯情非得已，请王爷恕罪。王小马汉在，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。且慢。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？包拯，此处是本王的府邸，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，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？王爷，包拯奉旨代天巡狩，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，入府拿人有何不可？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，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。来人！听候本王号令。是。王爷，胁迫钦差抗旨而行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，依法该当如何？王爷心知肚明。王爷一念之差，柴家100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，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，还请王爷三思。退下。是。包大人，王爷，捉拿柴玉，不知可有凭证？公堂之上，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，还请王爷相信，包拯依法执法，绝不偏颇。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，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？国法不外人情，王爷所请，于法无碍，当然可以。多谢包大人。不过，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，还请王爷体谅。柴洛，喝杯茶吧。多谢。包大人何时升堂啊？你急什么？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，我早晚都是个死，何必拖延？你别急嘛，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，会立刻升堂。主谋？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，我们就是主谋啊！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？现在正在抓他呢。抓谁？柴玉。启禀大人，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。是，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，要属下向大人面报。她说会回驿馆等候。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。
柴禄，你为什么跪着？柴禄愧对小王爷。非战之罪，你并没有做错。把小王爷牵涉其中，就是柴禄的过错。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能责怪任何人。张冲他先走了，我没有机会告诉他，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柴家最忠实的朋友。小王爷，或许别人对我们另有看法，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替祖先丢人。我们三个在阴曹地府，若能相见的话，我还是很乐意跟你们两个再度共事。多谢小王爷。启禀大人，已将柴玉关押在大牢，听候传审。张龙、赵虎带人在牢中监管。公孙先生可曾准备妥当？回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之相关物证准备齐全，大人可以随时升堂审讯。好，在升堂之前，将那柴玉先带到此处来。本府要对他先行询问。来人，在。备轿。是。王朝马汉在，先行退下。是。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？知道。在包大人铡刀之下，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。如今，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？包大人，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，柴玉无话可说。可是，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。你盗采金矿已然犯罪，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，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。人命关天，怎可说毫无悔意？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敢问包大人，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天心而珍惜生命呢？你周灭宋兴，开国一战，不知死伤多少。包大人，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？朝代更替，必生战祸，虽有死伤，却情非得已。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，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？包大人，你错了。本府何错之有？包大人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？你此话怎讲？柴府应有尽有，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？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，
振兴大周。柴玉，你是谋反叛国。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，天下乃柴家天下。赵匡胤能把它夺去，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？大胆！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？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，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。柴玉今天直呼其名，又有何不妥？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，无词可辩了吧？不，乍听之下，你似乎言之有理，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。好，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，柴玉情愿伏法，绝无怨言。好，本府就说与你听。纵观历代史籍，但凡改朝换代，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心。开国之君，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，黎民遭殃，才挺身而出，取而代之。若是逆天背人，又岂能一统天下？若依包大人所言，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。不错。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，却不幸英年早逝。令祖当时年方7岁，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，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，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，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？即使如此，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。所谓柴家天下，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，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。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，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？岂不终日征战，永无休止？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，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。当今圣上仁德敦厚，勤政爱民，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，戕害生灵。柴玉，你不但大错特错，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、万劫不复之地，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，大言不惭？如今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包大人，言述精辟，言之有理。柴玉情愿伏法。既然如此，来人呐！大人，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。柴禄，你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，多少平民百姓遭殃。如今
罪证确凿，你还不俯首认罪？包大人，私采金矿、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，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包大人明察。哼，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，你休想为他脱罪。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柴禄，你盗采金矿，藏匿赃物，合谋杀人，罪不可赦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狗头上伺候。是。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宿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，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不做任何的治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待柴玉。柴玉，包大人，你虽无爵位，又无功名，但毕竟是王室之后，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。多谢包大人。方才你已坦诚罪状，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？不必了。柴玉触犯国法，理应受到惩罚，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。堂下听判。柴玉，你身为世袭阵亡之后，本为备位王爷，就该上提皇恩，安分守己。你却教唆府中总管柴禄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。依法论罪，
其罪当诛。本府以代天巡狩之权，以大宋律例，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上伺候。是。叩接太祖皇帝圣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大人可以官职了。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，封本王千父为正王，同时颁下此诏，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，皆得凭此诏，免死一次。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，换柴玉一命。不错，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。包拯却难从命。包大人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王爷，包拯并未抗旨。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？太祖皇帝所赐，当然不假。既然这金诏不假，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，岂非抗旨？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，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。你，王爷，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：历代阵亡，皆可凭此金诏免死。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，却尚未世袭爵位，又怎能免他一死？包大人，难道不能网开一面？包拯依法论法，依职论职，无权开脱。好，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，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。王爷之位，只可承袭，不能禅让。王爷心知肚明，除非王爷100年之后，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。王爷不舍爱子，包拯岂会不知？只是就事论事，包拯实难从命，还请王爷见谅。王爷，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2次升堂。是。包大人且慢。
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？不，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。王爷，如今那柴玉已是定验死囚，行刑在即。若与王爷私下会面，恐有不妥。包大人不必为难，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，还请包大人成全。大人，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，于法并无禁制。然而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？也罢，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，离堂回避如何？多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请展护卫陪伴王爷，同往公堂。是。玉儿，爹，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你是救不了我的。玉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是孩儿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包大人依法行事，孩儿无话可说。爹，孩儿不孝，不能为爹奉养天年，请爹要多加保重。孩儿叩别。玉儿，玉儿，包大人。王爷，包大人，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，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，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。王爷意欲为何？本王即刻当堂自尽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爹，王爷，爹，玉儿。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。爹，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已经不孝。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，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，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。爹，我求你打消此念头，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！爹，玉儿，玉儿，爹一定要救你。包大人，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。王爷，只怕
王爷纵是一死，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。你，纵使王爷当真归西，也必须上报朝廷，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。文书往返，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，至少历时1个月。王爷，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包大人，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？王爷，国法当前，岂容本府苟且徇私？包拯，你……王爷，爹，包大人执法守法，你又何苦为难他呢？玉儿，此事已经无法回天。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，就应该遵守国法。国法当前，又岂能侥幸？孩儿触犯国法，情愿认罪伏法。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，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。请包大人依法行刑。玉儿，玉儿。展护卫在。将王爷请出公堂，回避行刑。是。请。来人呐！在，准备行刑。是。开打！
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整理完善，回京之后一律再上报朝廷。婉儿还好吧？他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那些犯下错误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要伤害关心他的人？本府执法一生，这种情形不知见过多少，却始终百思不解啊！大人，你见过柴王爷了？没有。去见了又能如何？只是徒增感伤。大人，属下心里有话，憋在心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免死京兆，不能换回柴玉一命。普天之下，只有王爷和大人知道。只要大人不说，没有人会对免柴玉之死提出异议。大人为何不肯成全呢？这就是法与情、公与私之间最难掌握的分寸。稍一不慎，公理正义就会荡然无存。君子不欺暗室。如果因为没有人知道，就有所偏颇，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无辜之人受害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执法者了。可是对柴王爷而言，大人岂不是太过不通人情？我常说，这就是执法者的无奈与悲哀。一旦踏上了执法之路，这无奈与悲哀就必须一并承受。然而大人却不愿意见到别人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当然，尤其是自己所熟识的人。柴王爷，还有婉儿。尤其是婉儿，他会以为将柴玉送上铡刀的是他。倘若他无法看透这一点，这种痛苦就会陪伴他一生。